Hello， 大家好，我是威利。前陣子 MacBook Neo、MacBook Air 跟 MacBook Pro 終於在台灣上市了。雖然比國外晚了1個多月，但我想很多人應該都已經入手了吧。那買了新的 Mac 呢，絕對不要浪費，多裝一些好用的 App， 才可以發揮它最大的價值。工欲善其事，必先利其器嘛。所以今天呢，我幫大家整理了8個我真心覺得每一個使用者都應該要裝的 App， 從電池的保養到檔案的傳輸，每一個都很實用，千萬不要錯過。好，那我們就直接開始吧。那我相信只要用過 Apple 的產品的人都會知道 AirDrop 有多好用，不用連 WiFi， 也不用藍牙配對，要傳照片呢、傳檔案，只要點一下就可以直接傳過去了。這個是蘋果生態圈裡面數一數二方面的重點功能。但是問題來了，如果你的同事使用的是 Windows， 或者是你家人用的是 Android， 那該怎麼辦呢？這個時候就要試試看 Local Send 這一款 App， 它的概念像是跨平台的 AirDrop， 不管是 Windows、Mac、iPad、iPhone 或是 Android 都可以。雖然沒有像真的 AirDrop 那麼方便那麼神，但你只要在同一個 WiFi 環境底下，就可以互相傳照片、傳檔案，甚至你想要傳文字都可以，使用起來真的是蠻直覺的。那重點是它是一款免費的 App， 而且不用登錄賬號就可以使用。App 裡面沒有任何的廣告啊，作者真的是非常佛心。所以如果用過之後呢，真心覺得它好用，我強烈建議大家可以透過抖內的方式支持一下開發者，這樣這一款工具才可以有辦法持續的維護下去。好，那 Local Send 適合在同一個空間裡面想要跨平台傳送檔案的時候使用。那如果是在不同的空間，也就是人不在家，但電腦在家的情況下，該怎麼拿到放在家裡電腦裡面的檔案呢？那你一定要好好認識 Deskin 這一款遠端桌面 App。那你一定要好好認識 Deskin 這一款遠端桌面 App， 讓 iPad 瞬間變電腦，工作效率大提升。只要一鍵就能連回家中，給你低延遲的遠端體驗。編輯文件、瀏覽影片，或用 Apple Pencil 在 Mac 上修圖，都有如在 iPad 上面跑 macOS 一般流暢。你說檔案沒帶出門，只要簡單拖拉，Deskin 就能在裝置之間隔空互傳檔案。當然，所有聯動都需要經過信箱驗證與密碼連線，並支援隱私螢幕模式，讓遠端操控桌面更安全、更隱私。Deskin 還能將 iPhone 變成 Mac 的第二螢幕，讓 iPhone 享有 Sidecar 一般的使用體驗，或遠端控制長輩的 Android 手機，幫他們解決問題，或是出門旅行用 Deskin 指導男友怎麼拍照構圖，也能讓視訊鏡頭變成監視器，遠端觀察家中狀況。而且現在 Deskin 還加入了全新的 AI 助理功能，只要一句話就能快速幫你操作各種控制，不讀說明書也能輕鬆上手。現在就立刻用影片下方的連結支持 Deskin 這款多功又實惠的 App 吧。再來，如果朋友傳給你壓縮檔不是 Zip 檔，而是 RAR 檔，或是一些像 7Z 這種比較少見的壓縮格式，那該怎麼解壓縮呢？好，如果只是單純要解壓縮的話，那我會建議安裝 The Unarchiver 這個 App。它是一款專門用來解壓縮的工具，支援的格式非常廣，幾乎所有你看到過的、沒有看到過的，它都可以解，而且操作很直覺，設定也很簡單，對於剛入手 Mac 的新手的非常友善。那如果你平常不只是要解壓縮而已，還需要常常壓縮檔案的話，那我會建議使用 Keka。它是目前我用過我覺得非常完整的壓縮工具，可以應付我所有的壓縮需求。那我覺得 Keka 有3個最實用的功能，第一就是它可以幫壓縮檔設定密碼，所以你在分享檔案的時候就可以讓資料多一層保護。第二就是它有支援 7Z 格式，那 7Z 格式呢，使用的是 AES-256 演算法加密，它可以提供軍規等級的保護，更不容易被破解，所以方便傳一些比較敏感的資料。第三，它可以把大型的檔案分割成一個一個的小檔案，所以如果你有遇到有檔案大小限制的平台，就不用擔心沒有辦法上傳檔案啦。而且 Keka 的界面有支援正體中文，對台灣人來說非常的友善。那最棒的是，不管是 Unarchiver 或者是 Keka 都是免費的 App， 直接下載就可以使用。但是請特別注意一下 ，Keka 在 App Store 上面呢是付費軟體，所以記得去他們的官網下載才會是免費的哦。好，那接下來第3款 App 呢，就是要分享給像我這一種偶爾還是會用到 Windows， 但又不想要多準備一台 Windows 的朋友使用。Parallels Desktop 是我覺得 Mac 上面最好用的虛擬機軟體。簡單來說，你不需要為了開一個 Windows 的程式就去買一台 Windows 的電腦，它可以直接在 Mac 裡面開啟 Windows 的環境，所以你也不用為了要使用 Windows 就在2台電腦之間切來切去。而且它有一個最方便的功能，就是融合模式，這個也是我覺得 Parallels 可以完勝其他虛擬軟體最大的原因。那融合模式呢，就是可以讓你安裝在虛擬 Windows 裡面的應用程式，可以像 Mac 的 App 一樣，直接一個視窗就在 macOS 的桌面上使用，感覺就像 Mac 原生的軟體一樣，使用起來也非常流暢，真的很厲害。
你可以把它想象成，雖然這些是 Windows 才可以用的軟體，但我們可以不再使用 Windows 系統了，而是直接在 Mac 上面執行，當成是工作流程的一部分，用起來超直覺，完全沒有違和感。除了這些軟體界面醜了點以外，那除了融合模式之外呢，它其實還有非常多好用的功能，但礙於篇幅的關係，沒有辦法一個一個介紹。所以如果有什麼想知道的話，歡迎留個言跟我說，或是我再找時間整理一下相關的內容，再做一支影片分享給大家也可以。那這麼好用的虛擬機軟體當然是要付費的，而且價格不算便宜。所以如果你有興趣的話呢，官方有提供14天的免費試用期，可以確認自己想用的 Windows 軟體是不是真的可以順利在 Mac 上面跑，再決定要不要花這筆錢。再來第4款 App Club， 我覺得是非常實用。現在不管是照片、影片，或是熒幕錄影的檔案，都跟我一樣越來越肥。有時候呢，只是想要上傳一張圖片，結果平台有檔案大小的限制，或是你只是想要傳一段熒幕錄影給朋友，卻發現檔案超級大，要傳很久。這個時候就可以用 Club。它最方便的地方就是像我們平常用到的熒幕截圖、熒幕錄影這些 ，Club 可以在背景偵測這些檔案，只要截圖或是熒幕錄影完成之後呢，它就會自動幫檔案瘦身，可以節省非常多另外轉檔或是壓縮檔案的時間。那除了可以快速幫檔案瘦身之外 ，Club 也可以做一些簡單的影片處理，像是裁切影片啊、轉成 GIF 檔啊、加速或是放慢影片這些，甚至連移除音訊它都可以做到。所以呢，对於只是想要快速處理影片檔，但又不想要打開剪輯軟體，也不太想要碰太複雜設定的人來說，這一款小工具真的蠻好用的。那 Club 有免費版，基本的螢幕截圖或者是幫圖片瘦身，這些都是可以免費使用的。那其他比較進階一點的功能，就會有使用次數的限制。那如果不想要有限制的話，就要升級到 Pro 版。那目前一次買斷是15塊美金，也不算太貴，有興趣的話可以考慮。好，那如果你想要在選單列一眼就知道為什麼你的 Mac 變慢了、變熱了，或者是哪一個 App 正在吃系統資源的話，那 States 就很適合你。它是一款放在 macOS 選單列上面的系統監控 App， 它可以讓你直接看到 CPU、GPU 的使用率、記憶體的壓力值、網絡速度，甚至是感應器的溫度。那 Mac 本身也有內建活動監視器，可以看到這些資訊嘛，不過就需要特別打開才可以看到。那 States 的優點就是一目了然，它可以常駐在你的選單列上面，只要抬頭看一眼就可以知道 Mac 的狀況。而且 States 是免費開源的工具，如果你覺得好用的話，一樣請抖內開發者，才可以讓這一款 App 長久的更新下去。接下來這一款 App 呢，我覺得是每一個買 MacBook 的朋友都應該要安裝的，就是 Al Dente。因為蘋果筆電的電池很貴，像是 MacBook Pro 大概就要8000塊，那 MacBook Air 呢也要5、6千塊。所以如果你平常沒有特別注意電池的使用情況，它老化的速度會比你想象中的快很多。那最好的做法呢，就是一開始養成良好的使用習慣，把老化的速度降到最低。那到底該怎麼保養電池比較好呢？第一，從鋰電池的特性來看，它不太適合長時間維持在高電量的狀態。如果你長期插着電源，讓電量一直停在100%的話，那電池內部會長時間處於一個比較高電壓的環境，久了之後呢，就會增加電池老化的壓力。所以一般來說呢，會建議不要讓電池一直停在滿電的狀態，而是讓它維持在比較適合長期保存的電量區間。很多人會抓大概40%到80%之間啊，目的就是不要讓電池長時間處於太高或是太低的狀態。那第二，就是在系統設定裡面找到電池的選單，把最佳化電池充電這個選項打開。Apple 官方也有說，這個功能會讓 Mac 學習你的每日充電模式，在特定情況下面延後充電超過80%。它的目的呢，就是縮短 Mac 處於完全充電的時間，減少電池的損耗。而且現在新款的 MacBook 呢，也都有內建充電上限這個功能，在80%到100%的這個區間呢，都可以自己設定。不過 Apple 內建的功能呢，比較像是系統去幫你做判斷，你沒有辦法完整掌控電池的充放電模式。這個就是為什麼我會推薦 Al Dente， 它一樣可以設定電池充電的上限，要設定低於80%也可以。但重要的是呢，它有放電的功能，它可以讓 MacBook 在接到電源的情況下，慢慢把電池放到你設定的目標電量。那這個功能對長時間插電使用的人來說，非常非常的實用啊！而且設定充電上限跟手動放電這兩個核心的功能 ，Al Dente 的這個免費版本就可以做到。強烈建議一定要試試看。那如果你想要更完整的電池管理功能，還可以升級到 Pro 版，像是自動放電、過熱保護、航行模式、臨時充滿這些，還有支援 App 的捷徑。我們還可以搭配排程的功能，像是每天凌晨1點就暫停充電，或者是到某一個時間點就固定放電到70%。App 可以依照你自己的使用習慣去自動執行，就不用3不5時還要去照顧 MacBook 的電池了。那 Pro 版的訂閱費大概是每一年429塊，終身授權大概是台幣900塊左右。那你也可以透過蘋果迷的 SetApp 專屬連結，可以免費試用30天，覺得真的好用，再花錢也不遲。再來，我想分享一個很生活但又很實用的免費小工具，也是專門給 MacBook 使用的，就是 Keyboard Clean Tool。它是一个可以暫時鎖住 MacBook 鍵盤的 App。
它的功能非常單純，就是當你在清潔鍵盤的時候呢，你只要按一下就會鎖定你的鍵盤，這個時候就可以安心插鍵盤了。它的操作真的很直覺啊，你再也不用怕清潔鍵盤的時候不小心亂按到什麼鍵了。好，最後分享2款功能相同的免費 App， 安非他命跟咖啡因。那這2款都一樣啦，是用來控制 Mac 不要進入休眠的。我自己比較愛用的是咖啡因，因為它很簡單，按一下 Mac 就不會睡着，那再按一下就恢復正常，無腦操作就可以達到目的。但如果你想要更可以掌握 Mac 休眠行為的話，安非他命的自律能力很強，你可以選擇設定某一個 App 開啟的時候不要休眠，正在下載檔案的時候不要休眠，或是接上外接螢幕的時候不要休眠之類的，比較適合想要更多自動化設定的進階使用者。那反正2款 App 都是免費的，直接下載試試看自己比較適合哪一個吧。好了，這就是我精心挑選認為剛入手 Mac 最重要的8款 App， 通通都可以讓你的 Mac 變得更好用。那你決定要先安裝哪一款呢？又或者你愛用的 App 是哪一款呢？也歡迎在留言區跟我分享。那還是乾脆我們下一集就來做一支觀眾推薦的 Mac App 清單好了，你們覺得怎麼樣？好，最後不要忘了幫我按個讚、訂閱，順便熱推一下就太棒了。我是威力，這裡是 Apple Fans，我們下次影片見嘍，拜拜，耶。